家里的这种老旧路由器还有2个重要的功能：一，它可以作为台式机电脑的无线网卡来使用，这样呢不仅省钱，而且呢网速更快。第2个功能呢，就是它可以增强家里的 WiFi 信号覆盖。操作的第一步呢，首先我们先给路由器给它通上电源，然后呢等路由器启动起来之后，我们给路由器做一个恢复出厂设置。在路由器的背面这儿有个小黑点，我们长按住它，然后按住的时候呢，看一下上面这些指示灯，等这些指示灯全亮的时候，我们松手就可以了。如果没有全亮，要一直按住不要放。OK， 全亮了，然后松手，这样呢路由器它在重启的过程中就已经恢复出厂成功了。然后呢，我们找一条网线插在路由器背面的烂口上面，有的一些路由器写的是标注，这是 LNN 就是烂口，如果没有标注的就是1、2、3、4，这4个插口呢就是烂口，选择任意一个都是可以的。我们随便找一个，把网线给它插上去，然后网线的另外一头插在电脑的网口上面，网卡上面的指示灯亮，就说明这条网线连接好了。然后呢，我们看一下电脑右下角的这个小电脑上面啊，这个图标上面有个感叹号，默认啊它是不能上网的。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设置一下路由器才能上网。设置方法呢分为2种，一种呢是用电脑设置，另外一种呢是用手机设置，都是可以的。在设置之前呢，首先我们要看一下路由器背面的这个标签，所有路由器都是有一个管理地址的，或者是有一个管理网址。我这个呢就是 192.168.1.1，然后这个用户名和密码呢都是 ADMIN。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用电脑的设置方法，其实呢跟手机一样。我们首先呢在电脑上面要打开一个电脑的浏览器，然后在路由器输入网址这儿输入 192.168.1.1，点回车。现在呢其实呢让输入用户名和密码，输入上 ADMIN， 然后密码和它是一样的，也是这个，我们也给它输入上，输入完以后点登录。好，现在呢进入到路由器的管理页面了。到这儿呢，我们点击下一步。其实呢，每款路由器啊，包括每个品牌的路由器，设置方法呢都是大同小异。首先我们下一步，然后呢，所有的路由器都是一样的。设置的时候呢，要选择动态 IP， 点击下一步。到这儿呢是让设置路由器，就是这台路由器的 WiFi 密码，我们先不用管这一点。然后呢，我们点击右边这块有个网络参数，我们点开它。然后呢，这儿有一个烂口设置，我们先设置一下路由器的烂口。如果不设置的话，有可能会出现路由器 IP 地址冲突。我们看这是 192.168.1.1， 在这儿呢，我们可以设置一个.1.2，因为我这个主路由器呢也是一个.1.1，所以呢不能2个都一样。输入完以后啊，在这点击保存。这个时候呢就要提示路由器它要重启，我们点确定。重启完以后呢，就是这个页面，还是登录的页面，还是一样啊。输入用户名和密码，输入完以后，接着再登录进入。到这儿呢，我们选择 DHCP 服务，点开它，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功能给它关掉，点击不启用，然后点一下保存。我们接着再设置下一步，点击无线设置，然后呢，这边有一个开启 WDS， 我们把这个对勾画上，然后开启这个功能，然后点击扫描。现在呢就可以扫描出主路由器的WiFi， 看一下我这个 TP-Link 0176，这个呢就是我主路由器，然后后面有个连接，点击连接，然后呢这儿有个是默认是不加密的，给它选择上加密，加密方式呢都是最下边这一项，然后点击密钥，这个密钥呢就是主路由器的密码，输入上密码之后，然后呢点击保存。这个时候呢，它会提示，这个 AP 信道是6。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把这个自动这个信道这个给它改成6。改完以后，接着再选保存。这样呢，就设置好了。然后点击重启路由器。重启完以后啊，咱们看一下左下角的小电脑图标上面的感叹号已经没有了。咱们试一下能不能上网。那随便打开个网站来测试一下。看一下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这个网速也比较快，然后呢手机也可以搜到它的热点来上网使用，都是很不错的。视频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再见。
在报废的电动车充电器上面插一条线，就可以让这个手电钻变成是一个移动的手电钻，无论走到哪儿呢，都是可以说用就用，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像这种220伏的交流手电钻，其实呢可以把它改装成是直流手电钻。改装方法呢非常简单，只需要一个报废的电车充电器，然后呢在上面插一条线就可以解决问题。把它改装好以后啊，就是变成两用的，直流或者是交流电都可以使用。我给大家改装好的这个小工具啊，在网上是买不到的，所以说呢，大家也好好看一下这个视频。其实呢，改装方法非常简单。首先呢，先看一下我这个手电钻，咱们把它插在220的交流电上面，来确定一下，我这个呢就是一个交流的手电钻，是吧？好了，现在咱们就把它先拔下来，开始改装。改装第一步呢，首先啊，咱们先把这个充电器给它拆开，然后呢，把上面的这条线给它先取下来。上面就这2条螺丝，这是一个报废的充电器，我也用不到它了。然后呢，咱们把这条线给它剪断。咱们先看一下这条线呢，其实在生活当中它的功能是非常强大的，咱们啊就用这条线来改装。再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个充电器扔一边就行了，我们不用它了。然后呢，咱们在这里需要找到一个这样的插排，然后啊，把插排给它先打开。打开插排后，这里面有个重点，一定要弄对。如果弄不对的情况下，改装完后是根本不能用的。这个改装工具非常好用，其实呢是在市场上是根本买不到的。先把螺丝打开，这螺丝挺难拆。拆开以后啊，先把这个卡扣这个拿掉。接下来呢就开始讲重点了。咱们看一下这个插排上面啊，这儿呢有3个接线电子，这一个是 L， 然后这一个是 N。我们需要把这2条线给它接在上面去。接线的时候一定要接对，不能接错了啊！如果接错了以后就不能用了。你如果一条线接到这个位置，然后再接这儿的话，肯定不能用。正确的接线方法是这样：一个 L， 一个 N， 把这儿2条线接在一起，我们把它拧上。拧完以后扣上盖子，就是这么简单啊！这个小工具就制作好了。然后呢，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只要是有电动车的地方都是可以使用的。就算马路边上有个电动车，你也可以啊，把这个插在上面去，然后呢，也可以啊，就是充电来使用。咱们现在把它插在电车上来试一下。插完以后呢，咱们试试啊，看一下这个手电钻能不能转。没问题，是可以转的，是吧？但是这个转速稍微慢一点，但是不影响使用的。它这个转速呢，就相当于和这种充电的锂钻呢，转速是差不多的，转速差不多。咱们来测试一下，看它有没有劲儿，到底能不能干活使用。首先呢，咱们在这儿找几个螺丝钉来转一下，试一下看这个力度怎么样。反转，调成正转，没问题是吧？很轻松就可以拧进去。有些朋友可能会说，钻个金属板来试一下。咱们看一下，这个有金属板，钻一下试试啊，看能不能把它钻动。6毫米的钻头，也是很轻松就能把它钻个洞出来。看一下，很容易是吧？这个方法非常好用，也非常的 nice。明天去申请个专利，我感觉要发财了。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好用的方法，就是用一个遥控器就可以修好家里坏掉的电水壶。首先，咱们先看一下电水壶，它坏了以后呢，无非就分为3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打开上面的开关，指示灯亮，它也不加热。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打开开关，指示灯不亮，它也不加热。然后第3种呢，就是电水壶烧开水以后啊，这个开关它不跳，它不断电，就一直加热。无非呢就是这3种情况。维修的时候呢，很多师傅都需要用到汪表，但是呢，不是每个家庭都有它的，所以说呢，不需要用汪表，我们呢其实用一个遥控器也是可以的，而且呢这个方法还特别好用。首先呢，咱们先把这个遥控器上面的1节电池先给它抠下来，然后呢需要用到2个电线，把1条电线接在电池这个负极上面，然后呢就是用一个胶带给它缠一下，固定一下。好，就成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呢，把它先放一边。接下来呢，另外这条电线
把它接在遥控器这个弹簧上面，这样呢就把这个电池给它装在遥控器上面。好，就这样装好之后呢，咱们来测试一下啊。首先呢，先把另外这根线这边呢，最好是找个硬的东西，找个小螺丝刀啦，或者一个铁丝之类的都可以的啊。把它先拧一个，把它先拧上。拧上之后，然后呢，咱们把这两节线呢，给它先短接住，先给它连住，然后啊，按下这个遥控，看一下上面的指示灯是可以点亮的。然后呢，把它断开，再测试一下。好，现在能看就不亮了。OK， 就这么简单，一个维修小工具就制作好了。电水壶出现不通电，首先呢，我们要检查一下这个底盘，看一下它有没有问题。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插头啊，上面是3个插头，中间这个是 D 线，然后这2个分别是火电和零电。我们检查一下，看一下它们这条线导通不导通。首先呢，检查的时候就是把这个红色的给它夹在这上面，然后呢，把另外这条线我们给它先任意啊，就是接触一个这个金属弹片，给它先接触上去，然后呢，就是按这个遥控器，看一下遥控器上面的指示灯亮不亮，不亮是吧？然后呢，再换下一个，看一下亮不亮。这样是亮了是吧？亮呢就说明这一条线是导通的，我们就换下一条再测量一下，把这边加在另外一个上面，然后呢再测量一下，看它导通不导通，也是导通的，亮就说明导通，如果不亮就说明这条线有问题。好，我们现在判断这个是没问题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检查一下这个电水壶。首先呢，先把下边这3个螺丝给它拆下来。电水壶指示灯不亮，像这种情况，我们首先要检查一下上面的开关有没有问题。开关呢，咱们先看一下，这个开关是在这个位置，先打开上面的开关，然后呢，这2条线就是接在开关上面的。打开之后呢，还是一样啊，找个夹子，把它夹在开关一条线上面，然后呢，另外这一条线我们给它接在这个地方，接在开关的2条，分别接在开关2条线上面。接上以后啊，然后咱们还是一样啊，检测一下，用遥控器，看这个指示灯亮，就说明啊，这个开关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开关坏了，这个指示灯它是不会亮的。好，现在啊，我们就开始再来检测一下中间的这个耦合器，看一下它有没有问题。检查的时候，我们先看一下啊，耦合器上面分别有2条线，这2条线分别是接在这2个铜圈上面的。所以呢，我们检查的时候也是一样啊，就是先拔掉一条线，如果不拔掉线也是可以的。首先呢，就需要把这开关给它先关住，关住之后呢，我们也是一样，把这个红色的夹在任意一条线上面，然后呢，把这个螺丝刀分别接在这2个铜圈上面，先任意接一个，然后呢，按上面这个遥控开关，看一下指示灯亮不亮。按完以后不亮呢，然后再换下个铜圈。好，现在就亮了，亮呢就说明啊，这条线和这个铜圈它是相连接的。然后呢，咱们分别再检查一下另外这一条线和这个铜圈它有没有相连接。如果没有相连接，就说明它坏了。好，现在还是一样啊，用一头加上这条线，另外一头就是分别接这2个铜圈，看一下指灯也是亮的。从这儿就可以判断啊，这个耦合器底座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在维修电水壶的时候，如果指示灯不亮不通电，像这种情况呢，就是检查这个底座，然后第2呢就是检查开关，第3就是耦合器肯定是有一个坏的，把它们换上就能修好。第2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在维修的时候，如果就是指示灯亮它不加热，像这种情况呢，一般啊有很多就是这个发热盘上面这2条线，时间长了以后，上面烧的变形，这个插头烧的变形，或者是生锈氧化引起的。像这种情况呢，就需要把这个插头给它拔下来，然后用砂纸打磨干净。如果插头烧坏了，换个插头给它再插上，像这种情况就能修好它。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指示灯亮不加热，像这种情况呢，也需要检查一下上面这个发热盘，这个就是发热盘。如果它烧坏了以后呢，也会出现指示灯亮不加热。
其实呢，我们用这个遥控器也是可以检查这个发热盘有没有问题的啊，看一下它是否好坏，还是一样啊，就是一个夹在发热盘的一个线头上面，另外这个给它接触在发热盘的另一条线上面。好，现在我们按这个遥控器来看一下，指示灯不亮呢，就说明啊这个发热盘是个坏的。如果在维修的时候发现这个发热盘烧坏了，像这种情况就没有必要维修了，因为这个东西呢和这个电水壶是一体的，没有办法更换。先看一下我这个就是烧坏了，看这发热盘上面是烧了个大洞是吧，一个大窟窿。然后呢，给大家再分享一下使用这个电水壶的时候，有的一些情况呢就是啊，在用的时候呢，有时候偶尔呢就是动几下，有可能指示灯才会亮。如果不这样动几下的情况下，指示灯它不亮。像这种情况呢，有的一些呢就是这个上面这两个金属弹片压下去以后没有弹上来，它不能接触在这个两个铜圈上面，它就不会导通，所以呢它就指示灯不亮，不能使用。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就是把电拔了以后，用个牙签，然后呢把这两个弹片往上挑一下，把它挑起来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耦合器上面的这两个铜圈，就是用了时间长后呢，这两个铜圈啊就烧的有可能变形或者是松动了。像这种情况呢，换个耦合器就行了。今天花了6块钱从废品站，淘了一个报废的电饭锅。其实呢，像这种报废的电饭锅，大家呢以后就不要再卖掉了。我们呢只需要把上面这个发热盘给它拆下来，它的使用价值呢立马就翻倍。很多人都不知道。首先呢，我们先把发热盘上面这两条线给它先拆下来。这个操作是非常简单的，只需要啊给它接两条线，然后呢，它的价值啊就变得非常的好用。其实呢，它比电饭锅价格还要贵。好，3个螺丝拆掉以后，然后呢，我们看这个发热盘就把它拆下来了。然后中间的这个是磁缸，这个磁缸呢，我们把它拆掉也行，不拆也是可以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在这个发热盘上面接两条线，我们用它呢就可以快速的维修家里啊坏掉的 LED 灯。如果像 LED 灯呢坏掉以后没有加热台是没有办法更换上面的小灯珠的。操作的时候呢，我们主要呢就在这个发热盘上面接两条线就可以了，一条火线，一条零线，非常的好用这个方法。你看，就这两条线接好之后，然后呢找两块砖头，把它给支起来，垫起来，固定一下，哎，就这样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把这个电源给它插在插盘上面。现在呢，我们用它就可以快速的维修 LED 灯了。像这个灯珠拆卸的时候啊，如果没有加热台是没有办法拆的，所以说呢，我们用它就会非常的好用。我们来测试一下，看它到底效果怎么样。用个螺丝刀呢，把这个灯板给它先按住，这样呢它就不会来回跑。这个加热速度是非常快的，大概啊2分钟就可以把上面的灯珠给它拆下来。你看现在已经1分多钟了，灯珠边上已经有开始冒泡了，说明啊两边的焊锡它已经融化了。然后呢，你看我们用镊子就可以轻轻的把它给拔掉了。现在还差点温度，没问题了是吧？你看这灯珠就这样一捏就掉了。然后呢，现在把它断掉电，拔掉电源以后呢，其实这个上面灯板上面还是有温度的，你看还有余热的，怎么样呢？用它拆个灯珠啊，其实呢比买一个专用的加热台还要好用，而且呢这个成本也非常低，是吧？只需要呢6块钱弄个报废的电饭锅，里面拆一个这样的发热盘，就可以快速的维修家里的 LED 灯就行了。我们拆的这些灯珠其实还可以接着再用的，下次修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灯珠就这样给它再用这个方法呢给它再焊接起来就可以了。怎么样啊？这个就是废旧电饭锅拆下发热盘它的一个特殊妙用，然后它的价值呢，你看这样使用价值呢就立马翻倍。 OK， 你管它是什么卵灯，只要不要电，它根儿要亮，那就是高科技。你如果要在外圈钓椰子的，找个洋芋萝卜雕个洞洞，不要灯盆，不要线，扯起，让我说钓到外圈找东西。我在他这个地条上面买了一个5瓦的，他说的这个高科技啊，实在是太神奇了，我没有见过，大家应该也没有见过。
他说随便找一个水果，只要是上面挖个洞，把这灯泡呢给它拧上去，然后这个灯就可以点亮。然后他说随便这个水果呢都可以发电，然后发这个电呢就可以让这个灯泡着半个小时。你说神奇不神奇啊？所以呢，我买一个回来，咱们把它给拆开，看一下它的内部都是一些什么样的电子元件，一起来学习交流一下。然后这个是它的说明书，看一下这说明书上面写的都是英文，连一个汉字都没有，生产厂家什么都没有。这个从外观上看着是没有什么区别的，看不出来。唯一不一样的就是它这个重量啊，看着个头小，它的重量还是挺重的。我们把它给拆开，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看看都是有什么高科技。先把上面这个罩子给它拿掉，这应该一捏就能捏开。开了这个，上面是一些小灯珠。刚才为什么亮了一下？内部呢看着和普通灯都是一样的，这些是灯珠，然后这个是整流桥。我们把这个上面这个灯板给它先再抠出来看一下，出来了。这个内部看一下，和普通灯就是不一样，是吧？这个小黑块个头还挺大。咱们看一下普通的这种 LED 灯，拆开以后，上面是一个 LED 灯的灯板，然后这个内部呢就是一个电源板，别的东西就没有了。这个唯一之处不一样的就是上面有一个这个黑色的小东西，这个东西我们看一下，上面还有标注是一个负极，这是正极，这是一个小的蓄电池，它是可以储存电的。当我们把它放在水果上面的时候，并不是说水果发出来电，而是说是这个蓄电池里边的电，是它点亮上面的这些小灯珠的。现在咱们再把它放到水果上面来看一下这些灯珠，这上面的灯珠呢只有4个点亮，这就证明啊是这个蓄电池它是带动了这4个小灯珠点亮。然后呢再看一下它这上面还有一个灯口，是吧？如果把它接到220的电上面的时候，应该是周围的这些小灯珠点亮。咱们把它接上电来测试一下。好，现在开始充电。看一下这个灯珠呢是周围一圈亮，而中间不亮了。它这个周围亮的同时，然后这个前端蓄电池也正在充电。看着这个灯非常的高级，但是它设计一点都不好，用的材料非常的容易坏。先看一下这个前端蓄电池，一般它的寿命都很短。然后这个灯它采用的加压电路用的是阻容加压的电路，阻容加压电路一般对这个灯珠，像这个灯珠一般的寿命都很短，还不如我买的这个灯。最起码呢，它是一个恒流驱动电源。现在呢，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还有一种点亮灯珠的方法，就是呢，可以看一下，我呢现在用手给大家来变个魔术，就是一个手呢放入灯口这个位置，另外一个手放在中间，看也是可以点亮的。跟变魔术是一样的，是吧？其实呢，我身上根本没有220的电。还有一个可以点亮的方法，也可以，就是把它放在水里面，它遇水也是可以点亮的。看一下，遇水也可以点亮，是不是非常有意思？有知道原理的，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一起讨论一下。家里坏掉的这些 LED 灯，很多人呢都把它们当做废品给扔掉了。其实呢，我们还可以接着就是废物再利用。我们只需要把它给拆开，然后呢，在这个灯内部呢接2条线，就能制作一个小夜灯。而且这个小夜灯呢非常的省电，1年呢也用不了2度电。给大家分享一下它的制作方法。首先呢，无论是这样的灯泡或者是这样的灯条，都是可以制作的。首先呢，咱们先把这个灯板给它拆掉。像这种 LED 灯坏了以后呢，大部分都是这个灯板的问题，上面的灯珠坏掉了。它坏掉呢也不是全部都坏掉了，它只是坏一个，这些灯它都不会亮了。所以呢，我们先把这个灯板给它先拆下来。拆下来之后呢，咱们看一下上面这个小灯珠，这些黄色的都是小灯珠。这些小灯珠呢，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只要是上面坏的，一般都是中间有小黑点，比如这个上面有个小黑点，就说明这个有可能它就坏掉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只需要呢找一下另外的2个，比如就是这2个，是吧？我们就可以任意用一个小灯珠就可以做一个小夜灯了。咱们先拆个小灯珠，就找一个这样的钳子，然后呢把这个灯珠给它先剪下来，用钳子或者是剪刀都可以剪个灯珠下来。OK， 现在我们就用这个小灯珠就可以了。然后呢，在这个小灯珠它的2边都有这个铜箔，用个刀片或者是
别的金属之类的东西给它刮一下，刮开上面的这层白色的漆。刮完这一面之后，然后再刮一下另外一端。刮完以后呢，然后再需要一条报废的手机充电线。我们主要就是用这个 USB 这一端，把另外一端给它剪掉。剪掉之后，这个内部呢是有4条线，我们只需要用这条黑色的和这条红色的，用这2条线就可以了。然后分别把它们拨出线头，其余的2条我们不需要用，就可以把它给剪掉。然后呢，用一个手机的充电头，把这条线呢给它插上，然后把这个再插在插排上面。现在咱们就把这2条线分别接在灯珠的2个端子上面，看一下这个灯珠亮不亮。因为不知道它是哪一个是正负极，所以呢我们就任意接就可以了。这样接完以后它不亮，然后呢就把这2条线再颠倒一下位置，重新再接一下。OK， 咱们看一下灯珠已经亮了是吧？看一下这个亮度呢还是非常亮的是吧？然后呢在这个灯珠小板上面给它焊点焊锡，两边都一样。焊完以后呢，咱们就把刚才那2条线还按照正负极的位置把它焊上。这边是负极，然后另外一端就是正极。好，焊完以后啊，咱们来测试一下，看一下这个灯珠亮不亮。然后还是一样啊，把这条线插在 USB 插头上面，然后咱们看这个小灯珠还是非常亮的啊。咱们关了灯来看一下，看一下这个效果非常的亮。大家在改装的时候可以啊，在这个线根部给它裁断，然后把灯珠接到这一块，看着就更加美观了。这样制作的小夜灯非常的省电，1年呢也用不了2度电。好了，感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像这种电池在我们生活当中用处是比较多的，但是呢，如果它没有电了以后呢，先不要着急把它扔掉。其实呢，只要我们给它简单的处理一下，就可以增加它的电量，还可以接着再用。首先呢，咱们看一下我这个就是2节电池没有电了，然后呢，按遥控器呢，上面有指示灯也不亮，还有就是打开这个电视盒的时候，电视盒也没有任何反应，看一下打不开，指示灯也不亮。因为疫情原因，想出去买电池也买不到了，被居家隔离了，根本是出不了门买电池的。所以呢，孩子还需要看电视，怎么办呢？咱们首先把电池拆了以后，用腕表测量一下，看一下它上面的电压到底有多少，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没有电了，还是遥控器的问题。咱们看现在它这个电是 1.22 伏，正常新电池它的电压在 1.6 伏，现在是 1.2， 说明啊那一节电池是没有电了。然后这一节也是一样 1.23， 说明啊也是没有电了。现在啊咱们就给它处理一下，处理完以后啊其实还可以接着再用。首先呢，需要一条 USB 的线，就是无论是数码产品或者是手机上的报废的手机充电线都是可以的。然后呢，用一条这样的线，主要呢就是用这个头啊，这边是不需要用的。然后呢，把这个头这边不用吗？不是，给它先剪掉，然后留着这一部分，以后想用的时候还可以把它再接起来，还可以再用这条线。然后呢，就是把这头给它先拨出线头。拨的稍微长一点，方法呢是非常简单，一般啊只要是有这个线都是可解决问题的。这个内部呢4条线，我们主要就是用这个红色和这条黑色的线，用这2条就行了。另外2条我们不需要用，因为那2条呢它是数据线，不需要用，主要的就用黑色和红色。首先给它拨出线头。然后呢，给它拧一下，拧完以后，再需要一个手机充电头就可以了。智能手机充电头都是可以使用的。然后呢，就是把这个 USB 插头这边插在充电头上面，然后呢，这面给它插在插座上面。好，插好以后啊，就这么简单，这个制作这个小工具就做好了。然后呢，咱们先拿出来这个没有电的电池，咱们看一下啊。突出的这儿写的加号，这儿是正极，然后这儿呢就是电池的负极。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红色的
正极接在正极上面，黑色的这个就是负极接在负极上面。好，就这样按一会儿，给它强制充电，充一会儿。好，就这样啊，大概充个30秒钟就可以了。无论家里的这种电池是1号的或者5号的、7号的，都可以用这个方法。现在啊已经充了有30秒钟了，我们就把它先断开，然后呢再来测量一下，看一下到底充上电了没有。如果电压能达到1.5伏或者1.6伏就可以了。咱们看一下这个，现在是1.55伏，就说明啊已经给它充上电了。然后呢，咱们把另外一节也是按照这个方法再给它充30秒钟，还是一样，正极连在正极，负极连在负极上面。用这个方法给它充电应急来使用是非常不错的。充完以后也是一样，先测量一下，看一下这节电池有没有充上电。看现在是1.52，说明啊也充上电了。然后呢，咱们把它放在遥控器里面来看一下，到底能不能使用。放完以后，咱们看一下指灯亮不亮，没问题是吧？已经亮了，就这么简单，电池呢就可以接着再用了。好了，视频今天感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给大家分享一个接电线的好方法，不需要用电工夹带，也不需要用这种热缩管。按照我的方法接好以后呢，非常的牢固，而且呢还防水。首先呢，咱们接线之前呢，先给这条线给它先拨出外皮，拨这个长度呢大概留个4厘米就可以了。从这儿给它剪断，剥掉这外皮。外皮有的一些电线还非常牢固啊，非常结实。好，然后把这个拽掉，把内部的这2条线给它拨出来，多余的这些东西就不用了，给它剪掉。然后呢，我们给这2条线分别给它先拨出一个大概3厘米的长度就可以了，给它剥掉外皮。剥掉以后呢，给它先像拧麻花一样，给它先拧一下。拧好以后，然后呢，把需要接的另外一条线也是一样，先给它拨个大概3公分。拨完以后也是一样的，给它先拧一下。拧完之后，咱们开始接这条线。接线的时候呢，在这个线的中间部分让它交叉，然后呢旋转一圈，旋转完之后，然后呢这2个头接着再转一下，转成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呢这边这个头逆时针旋转，然后这边这个就是顺时针给它旋转。OK， 大概啊就拧成这样子就可以了。然后测试一下，非常的牢固。接下来呢，再经过2步的简单操作，就可以达到防水和防电的作用了。第一步呢，就是需要用一个这样的热熔胶枪，然后呢，在这个电线周围给它打上热熔胶，薄薄的给它打一层就行了，一定要薄薄的打，不要打的太多了，打太多的话，第2步就没有办法操作了。一定要打均匀。打完以后，我们就可以进行第2步操作了。然后呢，咱们看一下，还是可以的，是吧？然后呢，第2步操作呢，就是刚才拨出来的这个电线这个头，我们看一下，这是一个类似于热缩管一样的东西。我们呢，把它穿在电线里面。穿上以后呢，到这儿，我们呢，还是用这个热熔胶枪，给这个胶呢再轻微的再给它打点儿。打的稍微粗一点，然后呢也稍微长一点。打完以后呢，趁着这个胶啊还没有凝固的时候，就是赶紧把这个管给它穿上。穿完以后呢，然后边上多余的这个孔啊，用这个胶呢再给它再打点胶。接完以后，咱们看一下这效果非常不错，是吧？像这个多余的胶可以把它给去除。然后呢，看一下非常牢固，而且呢，它也特别防水，就算泡在水里面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另外一条线也可以按照这个方法把它们给接起来。